韩立，你一个从来不上课、不做题的学渣，你今天到底用了什么方法，在比上赢了我？猜啊！韩星野，你这个废物！竟然在天才学院举办的竞赛综艺上得了那个倒数第一啊！这韩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早知道是这样，就算你是我们的亲生儿子，也不应该把你接回来，让你死在乡下算了。妈，不可能的，他们一定是算错了，我不可能是倒数第一啊！韩星野，人呢要有自知之明，水平不行还敢来参加比赛，你是不是嫉妒哥的才华，才跑来丢人现眼？我没有啊，没有。韩少爷，我很抱歉，你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，现在住院还能有1年的时间，如果不治疗，恐怕连1个月都没有。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，医生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治了。天才学院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是我的梦想。如果我拿了第一，我爸妈肯定也会接受我的。韩星野，就算你是韩家的真少爷幼子，你还是比不过我，爸妈也不可能接纳你。是你害的我，大哥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吗？每次考试比赛，我们的答案都一样，你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疑惑吗？哎，你相信这个世上有人能够听到别人的心声吗？你能偷听我的心声？没错，现在告诉你也没关系，可以安心上路了。我重生了，这是重生到比赛开始的那天。恭喜宿主绑定竞赛系统，宿主需要在比赛中积极答题，并回答正确，可获得寿命延长奖励。只要我努力答题，我就可以活下去。如果宿主消极答题并回答错误，将扣除奖励。宿主生命倒计时3个小时。3小时，足够完成比赛了。上一世，我被韩立偷听，死在比赛结束那天。他不是喜欢偷听我的答案吗？这一世，我让他偷听成倒数第一。星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还不赶紧准备准备？准备什么？当然是比赛前的预习了。大哥，这次来比赛的可都是高手，想要成为冠军，肯定是一刻都不能松懈。韩星野，你看看小丽，你再看看你，
一点紧张感都没有。小丽学习比你好，一会儿到了比赛现场，看看小丽怎么做的，好好向她学习，听见没有？爸，你别说了，他一个乡下来的废物，能学会什么啊？别给韩家丢人就行了。废物。那待会儿我就让你看看我这个废物是怎么让这个天才输的。到时候你们韩家的面子会丢在全国观众面前。你这个逆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你？大哥，我知道你对我抢了你这么多年的身份不满，可你要是撒气的话，也不能气爸爸。你要是有什么气，就冲我来啊！好啊。韩心妍，你竟敢打小丽，马上给小丽道歉！我凭什么道歉？刚才你们都听到了，是他让我打。你这个逆子，还在这出言不逊，不道歉是吧？好，我打到你道歉为止。韩妍，比赛开始了。韩心妍、韩丽，到你们上场。欢迎各位来到天才学院全国知识竞赛的比赛现场，我是本场的主持人李宁。本场比赛为1v1 PK 竞赛，共3场，每场10道题，答对得1分，总分高者将为本次比赛的冠军，可获得天才学院的保送名额。第一场比赛将由2位选手韩丽、韩星妍准备上场。今天这次比赛共3场，第一场以文史知识竞赛，每道题目有5秒钟的抢答时间，请2位选手做好准备。听说韩丽是个天才少年，16岁就已经被天才班选中了。我知道，我跟他是一个学校的。上周全国考试，他考全班第1呢。哇塞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韩心妍，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，你每次辛辛苦苦考的好成绩，最后会成为我的人。韩丽，这就是冠军历史人的。韩心妍，只要我一直能听见你的心声，冠军就永远不会落到我的头上。请说出4个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，时间范围公元前221年至公元907年。这道题考的还算简单，先热年代。是啊，只要对这段历史稍微有点研究，很轻松就能答上来。请2位选手作答。这道题让我想一想啊，拼四桥之战、贺胜桥之战、官渡之战、虎门之战，应该有意思的。虎门之战、拼四桥之战、贺胜桥之战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官渡之战。回答错误。这韩丽说什么呢？她不是天才吗？这么简单的历史题都答不上来。是，之前还说他全科第1呢，这回答让人难以置信啊。是，这难道就是重点高中的学霸吗？哎，这也太水了吧！就我们班那前几名啊，都能吊打他。韩丽，你不是号称天才学霸吗？这么简单的题都能答错，难道是太紧张了？紧张到把历史都缩短了？韩星妍，你闭嘴！韩丽选手，请认真对待比赛，不要在比赛场上胡说八道。评委，我没有胡说，我那是……不行，不能说出来这些答案都是听他心声来的。都是什么？难道说这答案不是你自己想的？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是比赛刚开始，我有点紧张，所以回答错了而已。韩丽选手，你的4个答案只有最后一个是对的，其余3个都是错的。现在有请韩心妍选手回答。这道题我都答错，韩心妍肯定不知道。彭城之战、赤壁之战、淝水之战、虎牢关之战，回答正确。宿主第1题回答正确，奖励生命时长30分钟，现在剩余生命时长3小时15分钟。什么？
韩星言知道怎么查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韩星言回答对了？难道他知道我能听见他的心声？怎么，觉得我回答正确，有些不可思议？看来这韩星言比他弟弟厉害啊！是啊，之前学校传闻韩星言不如韩立，可到了比赛现场，一道题都给测出来。你们闭嘴！韩星言不可能比得过韩立的。就是，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和时间培养小丽，那韩星言乡下来的，接受教育比我们这里落后10几年，怎么能比得过？就是，说不定这第一道题，韩星言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刚好知道吧。大哥，你别怪爸妈说话难听，他们这是关心则乱而已。我看他们就是心里不愿意承认，我一个受落后教育几10年的废物，竟然把你这个受精英教育的天才比得下去。我叫你一声大哥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！你占据了我的身份10几年，享受了10几年，我一回家，你就挑唆爸妈想把我赶出家门。韩星言，你身体病弱，要不是韩家找医生给你治疗，你觉得你能活到现在吗？那我可真是谢谢你们，让我活到现在，还能在比赛场上跟韩立答题。大哥，我们比赛就比赛，别在这说这些没用。够了，这里是比赛现场，不是你们家，请家属安静。接下来第2道题目，请看大屏幕。我大夏历代最高规格的宫殿房梁上的5级石兽，石兽是哪石兽？这道题对选手的积累要求有点高啊。还算好，这道题主要是考察选手的知识面广泛不广泛。这就是12生肖：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、辰龙、巳蛇、午马、未羊。韩星言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比赛你竟然分心唱歌，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果然是这样，只要我在内心不想正确答案，他就答不上来。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？恭喜韩星言选手抢到抢答键，请作答。我大夏的最高宫殿上的几兽分别有龙凤这2个代表最高权力，狮子勇猛威德，守护宫殿；天马代表皇家威德，通达四方；海马代表皇家威德，深入四海；酸泥赈灾降福；谢至独角神兽，象征皇帝明辨中间邪；侠鱼灭火赈灾；斗牛镇水防灾；夯实防雷消灾。这就是10大奇兽。回答正确，韩星言选手答对2题，积2分。不行，这第2道题怎么还不会了？不可能，韩星言是在耍我吗？还是他真的不知道答案？可能这些文学题不是哥的强项，等到了后面的题，哥的分数一定能追回来的。是啊，雪儿说的对，小丽平时补的都是理科，文学她没怎么学嘛。在学校的时候，这韩立理科每次都考满分，到了这些比赛，这文科上，这韩立这么差劲。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韩星言在数学上回回都满分，没想到文科也这么好。大哥，恭喜你啊，连续2题都答对。对啊，跟你这个废物同台比赛，赢你还不是轻轻松松？检测到宿主消极答题，扣除奖励并实施惩罚，扣除宿主生命时长3个小时，剩余生命时长10分钟。够系统，没想到还有这个规定，必须积极抢答才能获得奖励。是的，宿主不仅要回答正确，积极回答才能获得奖励。怎么办？还有不到30分钟，我得想办法尽快获得系统奖励啊！怎么办？韩星言，你就答对了2道题，现在就这么得意了？后面还有2场比赛，谁拿冠军还不一定呢。不行，我得快点答题，不然时间肯定不够了。行了，废话少说，你要比赛就赶紧比，不比赛趁早下去。我叫你一声大哥是尊重你，可你也不能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就这么对我呀！韩立，你个草包，自己肚子有这东西自己不知道吗？这是装模作样。韩星言，你就侥幸赢了2局就目中无人呐！小丽呀，比你学习好，还比你孝顺，你应该呀好好向她学习。
够了，这里是比赛现场，不是你们家客厅，赶紧闭嘴！大哥，我知道你是因为父母没有公开你的身份，所以一直耿耿于怀。但是咱们现在是在比赛现场，你也不能这样吼爸呀！韩立，要是你还有点脸的话，你就应该在我回来的时候主动离开韩家。韩熙言，我告诉你，小丽就是我们韩家的少爷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我让他，自从我回到韩家，我让他多少次了？还有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他连学校前100都没进去过，你就没有怀疑过他吗？大哥，你对我有意见就算了，现在怎么还诬陷我？警告！警告！宿主生命倒计时有1分钟。小丽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要让大哥出气了，我受点委屈没什么。韩熙言，你竟敢打小丽，你有没有把这个家放在眼里？有没有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？还不赶紧给小丽道歉！哼，道歉？我绝对不可能跟他道歉。真是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呀，一点教养和礼貌都没有，光给家里丢脸。既然会觉得我丢脸，干嘛还叫我回来？是为了衬托你的宝贝儿子多么完美无瑕吗？韩熙言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爸妈把你接回来，就是想弥补你，让你过更好的生活。你这样说话，多伤我们的心啊！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们供你吃穿，给你治病，养条狗都知道感恩了吧？你敢打我！提醒宿主，生命倒计时还剩3分钟，请尽快答题续命，不然宿主即将被抹杀。够了，你们赶紧下去，不然我就举报你们扰乱比赛现场秩序，取消韩立比赛资格。你是个逆子！爸，主持人，请尽快开始下一道题目吧。请无关人员下台。接下来是第3道题目，请看大屏幕。这个只能拼反应了，我一定要赢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望梅止渴、割须弃袍、横槊赋诗、败走华容道理是谁？韩熙言选手率先抢答，请作答。曹操，回答正确，韩熙言选手再得1分。恭喜宿主答题成功，获得生命时长30分钟，希望宿主再接再厉。这几道题下来，我看韩熙言很有可能拿冠军。现在说这话太早了，还有2场比赛，等比完就知道了。韩星言，就让你先得意一阵，一会儿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老头子，小丽和那逆子相差这么多分数，后面能追上来吗？哎呀，怕什么？韩熙言就答对了几道题，后面还有2场比赛了，肯定能赶得上的啊！就是，他之前在乡下的学校能拿第1，可自从进了我哥的学校，他连年级前50都没进过，有什么可厉害的？这韩星言看着也不像乡下来的乡巴佬，知识面比一直补习的韩立都厉害啊！我看呀，他就不是不知道，他压根儿就不会。哎，你们看他往那台上一站，那局促的样子，和这旁边的韩熙言一对比啊，一眼就能看出来谁会谁不会了。大哥，你看看你，刚才那道题你都已经吐血了。比起比赛，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这么拼命，对你的身体可不好。再说了，你拿冠军又能怎么样？你的身体又撑不住你上大学。韩立，我怎么样？不用你在这假惺惺。还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拿的奖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拿的奖。韩星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第1场比赛已经到了尾声，
最后一道题目，请看大屏幕。屈原《楚辞》中的《九歌》的第1章叫什么？韩星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是知道了，一直在耍我？东皇太一，回答正确，韩星元选手再得1分。比赛结束，双方的比分已经统计完成，请看大屏幕。恭喜韩星妍选手以悬殊的比分赢下本场的胜利，大家鼓掌！这韩星妍真厉害呀！第1场比赛就得了这么多分儿。看来韩立第2场比赛要是追不上来，这场比赛的冠军那就是韩星妍的了。老头子，我们是不是小瞧了星妍了？难道他……妈，你说什么呢？韩星妍只是擅长这一类的题而已，这才第1场，还有后面2场呢。你要相信哥。雪儿说的对，我们要相信小丽。小丽，加油！这一世，结局一定会不一样。不可能，这么奇幻的事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他不可能知道。恭喜宿主第1场比赛获胜，奖励翻倍，奖励生命时长1个小时。看来，只要我赢得每场比赛的胜利，奖励就会翻倍，我就一定能活下去，进入天才学院上学，进入木教授的团队，完成我的梦想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，不然照这样下去，韩星妍一定能拿到冠军。我一定要趁这个比赛把韩星妍给压下去，等比赛结束后把他赶出韩家。韩立，怎么了？看见这比分你不行了。大哥，我可是全年级第1，我怎么可能不行？虚张声势。大哥，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把？我凭什么跟你赌？就凭咱们2个的赌注。什么赌注？在这场比赛中，谁拿到冠军，输的那位就要在媒体面前。要是你输了，你就在媒体面前公开说你以前的成绩都是假的。韩星妍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！答应，但如果你输了，你就要在媒体面前公开承认，说你韩星妍不如我韩立，一辈子都是我韩立的手下败将。输，我不可能输，我也不能输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等等，这个赌注不行。韩星妍要是输了，他就得滚出韩家。等等，这个赌注不行。韩星妍要是输了，他就得滚出韩家。雪儿，这会不会太严重了呀？妈，只有这样才能让韩星妍长长记性，不然她每次都看哥不顺眼，扰得家里不安宁。这就是我血脉至亲的家人，处处比邻自己的亲儿子，将一个养子放在心上，真是可惜。哪怕我真认了，我也不会再留在这个家。我答应。好，大哥，你到时候可以不认账。哼，你最好说到做到，别到了最后，你才是那个耍赖不认账的人。你放心，说到做到。第2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请2位选手做好准备。接下来，我一定要全赢，我一定要活下来。全赢？可笑！韩星妍，老天竟然让我能听到你的心声。
就说明这个比赛的冠军一定是我。大哥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觉得你还能赢吗？韩立，你有功夫说废话，不如好好想一想，待会儿在记者面前怎么解释你的成绩？我之前的成绩都是靠我自己的。大哥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。谁胡说八道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比赛马上开始了，我没工夫跟你多说。天才学院全国精英赛第2场正式开始。本场比赛以文体之竞答。第一题，请看大屏幕。中国古代的队伍中，竹竿子的角色功能是什么？警告：宿主生命时长倒计时30分钟，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，获得奖励，延长生命。他角色功能，这竹子就不是人的。韩星妍在说什么呢？他在搞笑吗？韩星妍在说什么呢？他在搞笑吗？恭喜韩星妍选手抢答成功，请回答。拿竹竿的是李我跟报幕员，通过念白引导剧情。回答正确，加1分。第2道题，请看大屏幕。恭喜韩星妍选手加1分。第3题。第4题。第5题。第6题。怎么回事？韩星妍为什么答题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答案？本场比赛已经接近尾声，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题。恭喜宿主在本轮比赛中获得寿命时长4小时30分钟。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题，因为题目超高，奖励翻倍，可获得神秘大礼包1。本场比赛马上结束，让我们先看一看比赛场上的比分变化，请看大屏幕。这小丽到底怎么回事？一直不答题，这第2场比赛0分呐！跟你说，刚刚比赛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小丽站在那一动不动，是不是真不会呀？我哪知道哥怎么想？韩星妍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你答的再多，冠军也落不在你头上。韩星妍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你答的再多，冠军也落不在你头上。因为是本场比赛最后一道压轴题，答对这一题可获得20分。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，到底是韩立选手得分赶超韩星妍选手，还是韩星妍选手一骑绝尘碾压韩立选手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太刺激了，这题直接决定生死啊！是啊，还是主办方会玩。哎，你们说之前韩立不抢，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知道最后这道题的分高，所以才一直不答？我就知道，我哥一直不抢答，就是等着一道题反超韩星妍呢。没想到第2场比赛的最后一题竟然有分数加长，
这道题我一定要将它成功，这样我就可以反超韩星言。韩立，我都是为我们的。本场比赛最后一题，抢答时间5秒钟，请看大屏幕。黑泽明的罗生门中，乔峰虎视亡灵，妻子盗贼4个版本的叙述，分别对应的是哪种电影镜头语言？糟了，这个电影没看过。韩星言真是个废物，果然靠不住。恭喜韩星言选手，请回答。乔峰客观镜头，武士亡灵，第一机位仰拍，妻子特写面部扭曲，盗贼动态跟拍。回答正确，加20分。不爽！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回答正确，赢得第2场比赛，获得寿命时长1个月。神秘大礼包与道杖是否？恭喜宿主获得道具。接下来，宿主每答对一道题，能获得对手1名胜。神秘大礼包与道杖是否打？恭喜宿主获得道具。接下来，宿主每答对一道题，能获得对手1名胜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题目我只要都答对，那韩立的寿命就可以加到我身上。是的，希望宿主能积极答题，优秀胜利。第2场比赛结束，马上进行第3场比赛。2位选手稍事休息，我们一会儿继续。小丽，你怎么样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将比赛到现在，才只得2分呀！爸妈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要输了，是不是就要离开韩家了？小丽呀，你放心，妈妈绝对不会让你离开韩家的，你永远是我们韩家的少爷。哟，张老师，你可算来了！没错没错。不了，比赛一会儿就开始了，我就不做了。你们找我来是有什么事要说吗？张老师，这个你收下，我们得小心翼翼。你们这是？张老师，你看我们家小丽跟韩欣妍比赛差那么多分，你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帮帮我们家小丽呀？帮什么帮？只是……张老师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次比赛前面得多少分呀，都不重要。周老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次比赛啊，本来就是要选个好的苗子进到天才学院的天文学院，而比赛的最后一道题正是天文学院的木教授出的。只要答对那道题呀，一定能进天才学院。而比赛的最后一道题
正是天文学院的木匠弄出的。只要答对那道题呀，一定能进天才学院。欢迎大家回来，接下来是本次比赛的第3场。虽然前2场韩熙妍选手比分远超韩丽选手，但是这第3场也有翻盘的可能，让我们期待一下。我去，这主持人什么意思？难道说这第3场比赛还有惊喜？有可能，毕竟第2场比赛最后题，那不就是个彩蛋吗？第3场比赛是以天文知识竞答，本场比赛的题目是由天才学院天文学院的教授亲自出题。废话不多说，比赛开始。第1题，请看大屏幕。恒星的颜色主要取决于什么物理量？表面温度，表面温度越低，越接近于母色；温度越高，越接近于蓝色。韩熙妍选手回答正确，加1分。奖励送礼，张丰毅场，韩丽胜利，结场。怎么回事？我肚子怎么这么大？难道是因为早上没吃饭？第2题，请看大屏幕。回答正确。3题。第4题。回答正确。接下来是本场比赛的倒数第2题，请看大屏幕。什么是潮汐锁定？恒星公转周期等于自然周期，始终同一面面向中心天体。回答正确。恭喜宿主答题成功，宿主身体不正，已转给对手。始终同一面面向中心天体。回答正确。恭喜宿主答题成功，宿主身体不正，已转给对手。笑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还没到最后一题吗？最后一道题已超高，不在系统计算范围，宿主可自行选择回答。韩丽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光是站在这儿没答几道题，就屈成这样，比我这冰样子还不如啊！韩星妍，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想想你都会输了，该怎么办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会输？你自己看看比分。你还是好好想想，等比赛结束之后，你怎么跟记者解释你的好成绩？猴子，小丽看着可难受啊，她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？别担心，可能是快到最后一道题了，有些紧张啊。爸妈，你们就别担心了，有张老师在，只要哥答对最后一道题，哥就赢了。韩心妍那个废物就能滚出韩家了。马上就到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题，也是本次比赛的最后一题。按照上一场规则，
这道也是终极压轴题。本道题目是由天才学院天文学院的穆宇教授亲自出题。什么？穆教授就是那个年仅30岁就在国际上获得海因曼天体物理学奖的大佬？我还听说啊，这穆教授最近成立一支研究团队，要研究银河系结构，还要绘制银河系3维地图。这么厉害！也就是说，谁要是能答对最后一道题，就可以进入穆老师的研究团队。肯定啊。穆教授，上一世因为我们无法见自由，知道自己惨死，也没人见到我这事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，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将韩星言彻底赶出韩家。这道题谁能答对，谁就是今晚的冠军。请看大题目。在宇宙学标准模型中，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组分是什么？假设一个星体哈勃常数为每秒70千米，其能量密度约占宇宙总能量密度的比例是多少？这道题目因为超纲，回答时间1分钟。不用1分钟，我已经知道答案。回答时间1分钟。不用1分钟，我已经知道答案。大哥，知道答案？我大哥还没有算出，那我就先替他回。既然韩立选手已经知道答案，那么请韩立选手先回答。暗能量占比约为68%。教授，这学生这么厉害，才看一眼题目就知道答案了。是啊，这么厉害的天才，我们一定不能错过。等等，这个孩子在写什么？这孩子在写什么？穆教授，这不是你之前一直没有估算出来那个行星距离？这小子他怎么算出来了？孩子聪明啊，就看了一个哈勃参数，就知道我们要测算哪个行星。这么厉害的人物，我们一定要招进团队。快点开车，我们抓紧过去。韩立选手回答正确，恭喜韩立选手获胜。我去，今天大反转啊！这谁想得到？这韩立前面一直不回答，就回答这最后一道题。厉害，真是厉害！没想到他竟然能回答对穆教授的问题。看来啊，这次韩立肯定能进入穆老师的研究团队。就是可惜韩星言了，前面回答对那么多道题，就失败在这最后一道题上面。大哥，你输了。就是可惜韩星言了，前面回答对那么多道题，就失败在这最后一道题上面。大哥，你输了。你好好想想，等会在媒体面前，你该怎么说吧。那我重来一试，还是没办法摆脱命运。本场比赛结束，获得本次知识竞赛冠军的就是韩立。
穆教授，您怎么来了？等等，主持人，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。什么情况？穆教授怎么来了？天哪，穆教授怎么来了？不会是因为韩立吧？他答对比赛这道题，就过来看他的。大哥，您看见了吗？穆教授亲自，肯定是来找我的，马上我就能被招入他的研究。哎呀，穆教授啊，您亲自来了，您是不是来找答对最后一道题的选手啊？是啊，你们是？是我们的儿子韩立，他答对了比赛的最后一道题。太好了！最近我们组建了一个新的研究团队，需要大量的研究人员。你的孩子啊，这么优秀，正是我们研究团队所缺的。是啊，我们家小丽非常崇拜穆教授，希望跟着穆教授好好学习呢。是啊，我们家小丽非常崇拜穆教授，希望跟着穆教授好好学习呢。崇拜历史，虽然消除了癌症，可还是失去了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只有天才学院研究天然的梦想。大哥，虽然你是很厉害，得分也很高，但就是很可惜啊，你最后一道题失败了，与冠军韩立，你这个草包，你什么都不会，就算进了穆教授的团队拿了冠军，不到一天，你肯定会被赶出来的。我就算被赶出来又怎样？那我还是进入了天才学院。倒是你，等比赛结束之后就会被赶出寒假。不过，如果你求我的话，我还是会跟爸妈讲清楚，你不会被赶出寒假。不需要。哥，你快过来，穆老师找你。来了。我找的人不是他。穆教授，最后一道题是我答出来的，您不是要找我吗？是，但是我找的那个人是测算出这些光距的那个人，他刚刚计算出来。哎呦，穆教授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他连最后一道题的答案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是您要找的人呢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在视频里边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他计算出了振兴的光距。可是，是我们小丽答对了最后一道题啊！最后一道题是你答对的？对，穆教授，最后一道题是我答对的。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看到他计算出了振兴的光距，怎么可能不会知道这道题的答案？难道恋人眼前？我明明看到他计算出了振兴的光距，怎么可能不会知道这道题的答案？难道恋人眼前？穆教授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是啊，穆教授，是我们家小丽答对了最后一道题，您兴许看错了。哎，等等，那位同学，你先别走。这位同学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
穆老师，这就是个草稿纸，没什么的。不是草稿，这位同学，你测算出了振兴光距，你是怎么测算出来的？你快告诉我。穆教授，就一首废稿，有什么重要的？就是韩新妍就是一个不入流的高中生，他哪懂得什么行星光距离呀？你们给我闭嘴！你们知道什么？这颗行星我们已经研究了很多年，这对于域外行星有着至重大的作用。这位同学靠题目数据就测算出了光距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。那穆老师，我可以进入您的团队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小丽，你怎么了？韩丽，她这是癌症发作了。胡说八道什么你？你自己有病，还诅咒韩丽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等癌细胞扩散就晚了。石岩，你闭嘴！是不可能患癌症的。穆教授，我告诉您一件事吧，韩星妍她活不了多久，就算她进了您的团队，她也做不了研究。是啊，穆老师，韩新妍患有癌症，一直都是我们家给她找医生治疗的，医生说她活不过1个月呢。一直都是我们家给她找医生治疗的，医生说她活不过1个月呢。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穆老师，我的确有胃癌，但是我已经……穆老师，你看，他这不自己都承认了吗？他就算进了研究所也没用啊。是啊，穆教授，我们家小丽就不一样了，她答对了最后一道题，获得了天才学院的保送名额呀。是啊，我们家小丽特别优秀，如果能进穆老师的团队，一定是您的得力助手。这位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项目需要强大的工作能力，我是怕你的身体受不住。穆老师，我的身体真的已经好了。韩新妍，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好不好？什么你的病好了？昨天比赛之前，你的主治医生打电话给我，说你身体不抓紧时间治疗，你只能活1个月啦。韩新妍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为了抢夺小丽的名额，竟在穆老师面前胡说。韩新妍同学，还是你的身体要紧。既然你的身体病得很重，就抓紧时间找医生医治。穆教授，我的身体真的已经完全好了。待会儿我去医院做个检查，等检查报告拿出来，我给你看。韩星妍，你为了进天才学院，也不能这么欺骗穆教授。我欺骗穆教授？你真是搞笑！你敢当着所有观众面发誓，你最后一条答案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？前面2场比赛，你加起来还没10分，怎么到了最后一题，你突然开窍了，突然就会答了？韩星妍，你在胡扯什么？前面那几道题都是文学题，我不感兴趣，所以我才没答呢。这最后一场呢？这最后一场比赛，你只答对了最后一道题，怎么？难道你一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道题才是关键吗？这最后一场比赛，你只答对了最后一道题，怎么？难道你一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道题才是关键吗？
对呀，这韩立前面却是什么都没有明白，真是奇怪。整场比赛下来就答辩3道题，很惊人。这样说你有证据吗？我没有证据，那你这就是在诬陷我。污蔑？我有什么理由污蔑？知道了，你就是气爸妈没有帮你，而是在帮我，所以你才来诬陷我的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穆教授，其实韩星言他才是韩家的少爷。之前因为一场事故，导致他在乡下生活了10几年，我抢了他的位置，所以一直想把我赶出韩家。韩立，你还要点脸吗？这站主的身份10几年，还在这装模作样，多呀我！韩星言同学，他们说的是真的。是早餐没吃吗？啊，妈，你们也真是的，哥今天答了1天的题，现在肯定饿得不行啊。等这儿结束了，我去给他买点吃的吧。那就麻烦雪儿了。两世为人，我总算看清楚，他们从始至终要的都不是一个儿子，而是一个聪明、健康、能给他们脸上增光的人。而我这个病弱的废人，连被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他们从始至终要的都不是一个儿子，而是一个聪明、健康、能给他们脸上增光的人。而我这个病弱的废人，连被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穆教授，比赛结果刚刚主持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哥就是冠军。既然这位同学答对了最后1道题，那他就是本届比赛的冠军。等比赛结束后，他就可以到研究团队去实习，到时候亲自带他。没想太好了，谢谢穆老师。快叫救护车！快打120！小丽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妈妈呀！哥哥！家主，请在外面等待。都是你，明知道今天要比赛，还不让小丽吃饱上场。我早上怎么没有做饭了？倒是你们，没等小丽下来就吃得一干二净，一点都没给小丽留。早上的时候，我和爸都以为哥已经吃完了，就剩韩信也没吃，所以就没给他留啊。谁知道哥也没。韩星言，虽然你进不了我们的研究团队，但是你的测算数据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韩星言，虽然你进不了我们的研究团队，但是你的测算数据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穆教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？我可以证明我的身体真的没问题，等我检查完你就知道了。当然可以，你要是真的能证明你的身体真的没有问题，而且还能承受住研究团队的压力，像你这样的人才，我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检查。哎，东西，臭小子，这么快，这样子像条命。老师，
来的正好，学校的研究团队出了问题，一会儿啊，你替我去趟医院。去医院干什么？韩星妍不是测算出了振兴光距吗？我想让他进研究团队。可我听说韩星妍的身体状况不好，得了癌症，他能承受住高压研究吗？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，可是这小伙子呀，就是不死心，说他的身体没有问题，能承受住研究压力。胡闹！要是他的身体真的出了状况，他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别说这么早啊，我还已经去医院检查身体，你替我到医院看一看，看看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。要是他的身体真的出了状况，他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别说这么早啊，我还已经去医院检查身体，你替我到医院看一看，看看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。穆教授，那韩丽呢？她获得比赛冠军，我们咱们研究团队预算有限，要不要对，你去看看。要是韩晶妍的身体没有问题，那就要他吧。那要是身体状况不好呢？要是这个小伙子真的和我们没有缘分，那就韩丽吧。好，我知道老师，那我先去医院看看他。来，等一等，把这个还给韩星妍。好，我一定交给他。那我先走了，老师。哎，医生，我儿子怎么了？我们刚才做了一个 CT 扫描，等会儿你去找医生看情况。啊，到我们看过，问题不大，应该就做个小手术就行。老头子，吓死我了！这韩熙妍那个逆子竟然说小丽得的是癌症，他那就是嫉妒，嫉妒我哥比他好，所以才说那些话诅咒我哥呢。韩星妍，他那就是嫉妒，嫉妒我哥比他好，所以才说那些话诅咒我哥呢。韩星妍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韩星妍，我跟你说，小丽已经获得了保送名额，你要是聪明点，赶紧找赵医生看病，别整天的胡搅蛮缠。我的病已经好了，我来医院体检，穆教授说了，只要我能拿出体检报告，证明我的身体没问题，就决定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进入他们的团队。韩星妍，你可真是不要脸啊！哦，你看到我哥进了穆教授的团队，现在就死皮赖脸的也要进去，你能不能别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不放啊？那个逆子，你敢打雪儿！我有什么不敢打的？之前韩冰怎么欺辱我，我不在意。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我，不在意。可这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，你竟然这么侮辱我！我跟雪儿出了队。韩星妍，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，当初看你折磨的不成样子，我们把你接回来治疗，你不但不感激，现在反而埋怨我们。你还知道啊？你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！你们对一个养子都那么细心，对我这个亲生儿子
就像垃圾一样嫌弃你。夕颜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小丽在我们身边陪伴了10几年，就像亲生的一样，反倒是你，自小离开我们身边，现在越来越生疏了。啊，既然如此，从今天我就离开韩家。正好你们就当没有找到过我，我也不碍你们的眼。你这个逆子，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！正好你们就当没有找到过我，我也不碍你们的眼。你这个逆子，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啊！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之前在比赛台上打赌，不就是我输了，就离开韩家了？小丽，小丽，你怎么样？难受不难受？哎呀，小丽，你好好休息，等休息好了就去天才学院报道啊！爸妈，雪儿，我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刚才大哥的话我都已经听见了。爸妈，大哥他毕竟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，让他离开韩家对大哥来说也不公平。哥，你心也太软了吧！韩星爷都这么说你了，你还让他留在韩家？韩丽，你不用假好心了，我也不稀罕留在韩家。大哥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爸妈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才对你说那样的话。你身为人子，不应该多体谅一下爸妈吗？韩星爷，你看看小丽，你再看看你，我们面对小丽，那都是有原因的。真是搞笑！你们偏疼他，不就因为你们本来就偏心吗？大哥，你不要再说了，等会儿出院了，你就在媒体面前公开道歉吧。我也会劝爸妈，让他们不要计较，你也可以继续治疗。不需要。还有大哥，如果你真的想进穆教授的团队的话，我到时候也可以跟穆教授说一说，让他给你个机会。穆教授已经跟我说了，只要我的检查报告出来，我就可以进入他的研究团。穆教授已经跟我说了，只要我的检查报告出来，我就可以进入他的研究团。大哥，开什么玩笑？你身体，医生说了，你活不过1个月了。谁跟你说的？我的病已经好了。倒是你，我劝你去好好检查检查身体，可别最后大意了，像我一样，患了癌症都不知道，等到了晚期可就不好治了。大哥，我知道，我在比赛中得了第1名，你不甘心，可你不能一直诅咒我呀！韩希言，你这个逆子，我看要把你逐出韩家，这个家才能安静。好啊，正合我意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医院，不是你们吵架打架的地方，让他出去呢。啊，对不起，护士，我们这就走。哎，
哎，你等等，你是不是叫韩星妍？啊，是啊，怎么了？赵医生找你，你早上出来了，跟我走吧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韩星妍会这么笃定他已经没病了？难道他的病真的没了？不可能！我是亲耳听到医生说的，韩星妍活不过1个月。赵医生，我把韩星妍带来了。韩少爷，你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赵医生，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去忙了。哎，真是奇迹啊！医学奇迹啊！郑医生，怎么了？韩少爷，比赛之前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开了，现在已经好了。什么？我的病真的好了？虽然系统说我的癌症已经转嫁给韩丽，但心里还是不确定。没想到是真的，好了，真的好了。韩少爷，你究竟是做了什么才好了的？没做什么，可能是因为实现了梦想，也进了心仪的大学，所以病就好了。胡扯！哎呀，算了，既然已经好了，我就不再多问什么。没做什么，可能是因为实现了梦想，也进了心仪的大学，所以病就好了。胡扯！哎呀，算了，既然已经好了，我就不再多问什么。谢谢张医生，不过你之后还是要多注意吃饭了，不要再饱一顿饥一顿的。等会儿我给你开点药，你回去把药吃了，对身体好啊。知道了，谢谢张医生。要不是你一直给我治疗的话，我恐怕早就死了。哎呀，既然好了，就别再说那些丧气话了。去拿药吧。赵医生，韩先生，你们来是来问韩大少爷的病吗？他那个例子啊，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。我们过来呀，是想让你看一看这个片子有什么问题。那你们先坐等我先看一下那很严重吗？赵医生，急救室的医生说我个肚子里有个瘤子，不过看着不大，应该做个小手术就可以了。急救室的医生说我个肚子里有个瘤子，不过看着不大，应该做个小手术就可以了。看片子确实是肿瘤，只不过不确定是不是良性。这样，你们再去做一个检查。如果不是良性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会不会伤害他的身体啊？如果不是良性，也能做手术切除，只不过会有复发的风险。妈，
我还不想死，我还要去穆教授的研究团队呢。小丽，你别担心，我们一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，一定会治好你的。赵医生，麻烦你赶紧给我们开检查单吧。检查单，直接做检查就行。好。谢谢赵医生啊。苏老师，您怎么过来了？韩先生、韩夫人，我是来找韩心妍的。韩丽同学，你有看到她吗？苏老师找韩心妍干什么？是穆教授叫我过来的，说是让我来看看她的体检报告，看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，是否能承受住研究团队的压力。苏老师，我哥才是冠军，这个名额不应该是他的吗？苏老师，穆教授是不是弄错了？不是，是研究团队经费有限，只能进一个人。穆教授很喜欢韩心妍，说是很希望能加入我们的团队。当然，韩丽同学也不错，希望你能进入天才学院，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。苏老师，我是真的很想跟在穆教授身边学习，我真的没有机会了吗？也不是没有机会。陆老师，我是真的很想跟在穆教授身边学习，我真的没有机会了吗？也不是没有机会。韩心妍的身体如果说实在是承受不了研究团队的压力，那你就有机会。这个名额一定是我的。哎，苏老师啊，韩心妍身体一直是不行的，哪像我们家小丽呀，健康聪明。哎，你跟穆教授说一说，直接让小丽进入得了。这我也不能私自做主呀。韩丽家属去双楼缴费。啊，苏老师，我们去缴一下费。哎，雪儿，你先跟你哥回病房，我和你们去缴费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。苏老师再见。韩丽，这是你的检查单。雪儿，这不是真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是假的！哥，他们肯定是弄错了，你等着，我去找那个护士问清楚。韩丽，韩心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当然在这儿，我来检查，毕竟我身患癌症嘛。倒是你，怎么从急救室出来的？病还没好，住院了？我的病早就好了，是爸妈不放心我才让我住的。韩丽，别装了，我都看见了，你跟我说。看在你的报告单上，说你得了癌症，活不久了。心妍，你闭嘴！怎么？你之前不是最喜欢说我得了癌症活不久了？现在轮到自己头上，你接受不了了吗？你看错了，这检查报告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韩丽，别自欺欺人了，早点接受现实，早点去治疗，说不定还能多活2年。韩心妍，你得意什么？反正爸妈会给我找最好的医生，
倒是你，医生说了，你连1个月都活不了。你先不怕死啊，反正有你陪我。星爷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星爷，你竟然敢打我！韩立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之前的事情得找你算账。星爷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怎么，要去找你爸妈，让他们来教训我？不用我说，等爸妈回来看了，你就知道是你干的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只要韩立出一点心思，他们就会怪在我身上。他们从来不问到底是不是我做的。这是韩星言的检查单，这是韩星言的检查单，他不是快死了吗？怎么检查结果是这样？韩立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比赛结束了，我韩星言再也不会踏进韩家。等他们回来，告诉我。韩星言，苏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是，研究团有事情，穆教授先回去了，他让我来找你。如果你身体没问题的话，就让你进入穆教授的团队。真的吗？穆教授真的是这么说的？是，穆教授还说了，你是个人才，不去的话实在太可惜了。太好了。哦，苏老师，这是我的检查报告。我的主治医生跟我说，我已经痊愈了，可以是研究团的高压工作。韩星言，你为了能顺利进入穆教授的团队，居然骗我！我骗你？我骗你什么了？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还说自己身体好了，能承受住研究院的压力。你要是这样进去了，出了事情谁负责？苏老师，这不是我的检查报告。韩星言，你别在这跟我说了。苏老师，我的身体真的已经好了，完全康复了。我也问过我的主治医生，他说我现在身体跟正常人一样。不是你的，那是谁的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这个检查报告是谁的了。谁的？是韩立的。我刚在病房门口刚打了一架，就是那时候拿错的。我去找他换回来。哎，苏老师，你怎么在这？还有那个例子，跟着苏老师这边干什么？韩先生，韩夫人，我来找韩星言就是为了看他的检查结果，没想到是韩先生骗我。你这个例子，你竟敢骗苏老师，还不赶紧双手道歉！苏老师，对不起，但是苏老师啊，我觉得穆教授那个研究团，我们家小丽合适的。是啊，苏老师，我们家小丽从小就聪明懂事，抗压能力还强呢。好，那我跟穆教授通个电话问问他。苏老师，这检查报告真的是韩立的，也是韩立得了癌症。你这个例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是啊，韩星言，明明得癌症的是你，怎么会是小丽呢？你试试看，苏老师接受了小丽，故意在这里诬陷小丽的。我没有诬陷他，检查报告写着呢，就是他得了癌症，不信你们自己看。这明明是你的检查报告，还能在这说是小丽的？韩星爷，他是你弟弟，你这是安的什么心啊？不是我的，
这是我刚刚跟他在病房门口打架，拿错了的。什么？你这个逆子！小丽心里那么虚弱，你竟敢打她！有话好好说，别打孩子呀。苏老师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孩子从乡下接回来以后，处处针对小丽，天天欺负她。是啊，这孩子从小心子养歪了，脾气暴躁。你们都眼瞎了吗？明明每次都是韩丽联合韩雪儿一起欺负我，你们看到，问都不问一句，就直接说是我的错。这难道不是你的错吗？你没回来之前，家里就没这么多事儿。那叫我回来干什么？给我死在乡下啊！韩希言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你可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啊！我看韩丽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吧。我来医院治疗，每次都是一个人来的。问你们，这是工作吗？韩丽她一脸擦伤你们嘘寒问暖的，有了韩丽，还要我干什么？好了，韩先生、韩夫人，韩希言说这不是他的检查单，是韩丽的。那我们找韩丽问清楚，不就好了吗？韩先生、韩夫人，韩希言说这不是他的检查单，是韩丽的。那我们找韩丽问清楚，不就好了吗？好，我们也正准备回病房。宋老师，那跟我们一起过去。来，请。哥，我去问了护士，他们说检查单没有弄错。我知道。哥，你手上的这个是？这是韩心妍的检查单。哥，你确定这个检查单是韩心妍的，不是你的？是他的。刚才我出门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他了，和他打了一架，最后走的时候拿错。什么？打架？哥，你没事吧？这个韩心妍竟然敢打你！雪儿，先不说这些了，你快看看这张报告单上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比赛前赵医生给爸打过电话，说韩心妍身体不行了，让爸劝劝韩心妍，不让她比赛吗？可为什么比赛一结束，韩心妍她就痊愈了呢？难道韩心妍之前一直是骗我们的？不可能，赵医生是咱爸的好友，不可能骗咱爸的。那哥，你准备接下来怎么办？难道韩心妍之前一直是骗我们的？不可能，赵医生是咱爸的好友，不可能骗咱爸的。那哥，你准备接下来怎么办？不行，不能让爸爸还有苏老师知道我的身体状况。妈，哥他……爸妈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苏老师也过来了。韩丽，报告单拿错了，把我的还给我。大哥，什么检查报告单？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啊！刚刚我们两个在门口打架，两个报告单掉在地上，我拿错了，你把我的还给我。大哥，这个检查报告单就是我的，你说错了。韩丽，你胡说！韩心妍，我看你才是胡说，这个检查单就是哥哥的。怎么，检查结果不好，看着哥也做了检查，就想着跟哥换了？韩心妍，你不要太无耻。到底是谁无耻？苏老师，这的确是我的报告单。苏老师，这真的是我的报告单。韩心妍，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就找人把你轰出去。大哥，你说这话有证据？你有证据能证明这个报告单是你的吗？韩丽，
你这个小偷，你偷了人生还不够，现在还要偷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吗？韩心妍，你看清楚，这个报告单上没有你的名字，你凭什么说我哥是偷来的？我为什么不能说？你偷走了我的人生，你享受了父母的偏爱，你享受原本属于我的一切，难道我不该说吗？难道不该骂吗？韩丽，得癌症是会怎么样？我说过。是不是你做的？你猜啊？你害的我！韩丽疯了，把他拉住啊！爸妈，韩星妍，韩星妍他害我，你还在这倒打一耙。刚是谁先动了手啊？你还是冤枉上我了。韩星妍，你对小丽做什么？我没对他做什么，你们可以问问他对我做了什么。毕竟按照他刚才说的，我才是病人。他刚刚那么殴打病人，我是不是可以去报警？心妍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就不要那么计较了嘛。你们两个都是亲兄弟，这亲兄弟打架都是闹着玩的，干嘛小题大做呢？啊！现在跟我说是一家人了，刚才打我的时候怎么不说呢？韩心妍，既然你爸妈都这样说了，就一直揪着不放。苏老师，我没有爸妈，他们也不是我的爸妈。韩心妍，你可真是个白眼狼！爸妈把你接回来，又是给你找医生看病，又是供你上学的，你就这么对他们的？苏老师，这就是我爸妈。只要韩丽受点伤，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。从来了这个家之后，我都不知道挨了多少打了。韩心妍，你滚！你滚！我们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那正合我意啊！从此我跟韩家没有半分关系。请问你是韩星妍选手吗？我要出去，麻烦让一下。韩星妍选手，我们是专门来采访你的。是的，比赛结束后，我们一直在找你。你们想问什么？韩星妍选手，请问你是怎么根据一个数值就推算出来了那个行星的距离？这里面真的没有暗箱操作吗？我是看到那个题目，想到我之前看的一本书，里面有提到那个行星的信息。那请问韩星妍选手，这本书是什么？这本书是你自己看的，还是有人让你看的？我自己看的。我是这次大赛的评委，比赛已经结束了，选手不接受采访，而且这里是医院，请你们离开。请问评委，韩丽选手前面2场比赛都没答题，是不是知道最后一道题才是关键？你们主办方是不是有人告诉了韩丽选手？不可能，我们大赛公平公正，保密严格。病房里的是韩丽选手吗？韩丽选手，请问你前面一直不答题是不会吗？韩丽选手，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最后一题才是关键？韩丽选手，你真的是靠自己的实力答对了最后一道题吗？我哥一直都是年级全科第一，最后一道题当然是靠实力答的。那他前面不答题是为什么？那是韩丽选手，你为什么不能自己说呢？我前面不回答，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。对啊，那你们都没看到，我哥现在都生病住院了，需要休息。你们赶紧等等，等等，大哥，咱们之前打的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那正好，趁这个时候记者都在，我们是时候兑现。韩星妍选手，请问你们打了什么赌？我们的赌约是，如果我赢了，韩星妍将要在记者面前说他不如我，一辈子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就会说，哼，韩丽，说不出来了。韩星妍选手，韩丽选手输了，到底要说什么？韩丽输了的话，她就在记者媒体面前说，她以前的成绩都是抄的。韩丽选手，韩星妍选手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真的，而且韩星妍已经输了，马上就要兑现赌约了。
谁说我输了？比赛的最后一题是我答对，我是那场比赛的冠军。你不是输了吗？可我解出了穆教授需要的答案，他也要招我入团队，我没有输。苏老师，我不是记得韩星妍的体检报告不过关吗？苏老师，我是不是记得韩星妍的体检报告不过关吗？是，韩欣妍同学的体检报告不过关，所以不能加入穆教授的团队。苏老师，那个体检报告真的不是我的，我的身体真的已好了。大哥，你还这样说？那你就拿出证据。你光凭一张嘴，谁会信你？韩星妍先生，请问你得了什么病？他不说，我来替他说。韩星妍，她得的是胃癌。什么？胃癌这么严重？是啊，而且他的病还是我们家给他找医生治疗的呢。没想到这个韩星妍还是个白眼狼呢。他一比赛完就在这里诬陷我儿子，说我儿子得了病，还是和他一样的病。他一比赛完就在这里诬陷我儿子，说我儿子得了病，还是和他一样的病。韩星妍同学，这位先生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没有诬陷他，韩丽真的得病了。你们要是不早点治的话，他可要挺不住的。你看看他，到现在还这样说话。韩星妍，你就是嫉妒哥哥赢了比赛，才故意这样诅咒他的吧？韩星妍，你说的这些话都有依据吗？依据就是我手上的体检报告单。那张报告单不是我的，那是他韩星妍的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问苏老师。苏老师，请问韩丽说的是真的吗？韩星妍在医院门口给我的，就是他手里的检查单，说是检查报告。不是的，我手里这个是我跟他打架，哪个拿错了？大哥，你怎么还在这胡说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赵医生，您怎么来了？韩先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这是比赛结束以后跟过来要采访的记者，毕竟我们家小丽得了大赛第一嘛。哎呀，胡闹！这里是医院，不是电视台，你们要采访，出去采访。要打扰其他别人休息怎么办？你们要是还不出去，我就喊保安把你们轰出去。赵医生，您过来是？韩丽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我在办公室等你们，看你们一直没过来，我只好不来找你们了。赵医生，我们家小丽怎么了？之前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胃里只是长了个瘤子，但是不确定什么情况。原本以为会是良性的，没想到。赵医生，你的意思说我们小丽肚子里是癌症？原本以为会是良性的，没想到。赵医生，你的意思说我们小丽肚子里是癌症？完了，完了，我的一切全完了。不过幸好现在发现的及时，先切除看看。如果癌细胞没有扩散的话，那就还好。但如果……啊！妈！我还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韩先生，韩太太，你们先不要伤心，跟我先去办公室聊一下治疗方案吧。好。韩星妍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韩星妍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赵医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的报告单错了，你帮我再拿一个吧。你要这干什么？他们不相信我已经好了，还觉得我只剩1个月的寿命。
韩心妍的癌症已经治愈了，而且检查报告上显示，她的身体现在和正常人一样，请你们放心啊。赵医生，你之前不是说韩心妍得的是癌症晚期，没有治愈的可能，怎么现在忽然好了？赵医生，他的病真的好了？是啊，赵医生，要不你之前怎么治他的，就怎么治我哥呗。抱歉啊，韩先生、韩太太，癌症的治疗也就那几样。现在世界上痊愈的例子非常少，而且韩心妍的癌症也不是我治愈的，所有针对韩立少爷的病症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啊。医生，那现在韩心妍的身体能承受住高压的研究工作吗？可以，他现在的身体和正常人一样。多谢赵医生这段时间的照顾。既然身体好了，就好好生活。你们跟我走吧。韩心妍同学，对不起啊，之前的事情是我误会了你。没事，我知道苏老师的顾虑。如果我的身体情况真的很糟糕的话，进入穆教授的团队肯定会对团队造成损失的。韩心妍同学，这是穆教授让我给你的，他说很欢迎你进入他的团队。我也很崇拜穆教授，希望以后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那我就在天才学院里面等你喽。我一定会准时报到的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有一个璀璨的未来。